这家博物馆内一共收藏了670多件国礼。所谓国礼，指的是在新中国时期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各国所送来的礼物。而这家收藏国礼的博物馆，便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。上次看国礼还是在国博看的，如今再想看国礼，就要来这边看了。本次的同行人是老朋友南希，他那边的国礼视频早就出了，我这边一直在跑山西，所以就一路拖到了现在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啊，同行的是我的好朋友南希，他在这儿了。待会儿咱们就在一起好好的逛逛。如果要去参观，记得提前在同名公众号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预约，然后从地铁7号线桥湾站下车，步行10分钟即可抵达。这里不让带自拍杆，要寄存在门口，出去之前记得拿回来。现在我们走进大厅，当时的大厅还很清静，大厅悬挂的壁画名叫“至和越山海”，取自《抱朴子》中“至和者，不以山海为远”一句，以23万片彩色石材制成，其中12片石头来源于5大洲，指的是至和者遍布全球，从不以山海为远。现在我们进入第一个展厅，看到的第一个单元是新中国建立前30年里所收到的国礼。我们先来看这件来自法国的挂毯亚马逊河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法国是第一个与我们建交的西方大国，这里说的可是大国，所以来自法国的国礼也拥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然后看来自意大利的礼品铜雕海神尼普顿，这是罗马神话中的神灵，其主要前身为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，他的名字也是海王星之名 Neptune 的来历。下面一组礼品来自苏联，其中有仿牙雕斯大林故居模型，有赫鲁晓夫送的铜镀金镶孔雀石长方盒，还有这套花岗石文具套装。从苏联到俄罗斯，他们这审美确实在线，一会儿到俄罗斯时再细说。下个重要节点则是在1971年，阿尔巴尼亚、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一项议案，旨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。最终这项提案顺利通过，而这个区域也展示了阿尔巴尼亚的国礼。这只雄鹰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象征，阿尔巴尼亚的国旗也有雄鹰图案，而阿尔及利亚的国礼则是一把华丽的镶宝石佩刀。就在同一年，毛主席邀请身在日本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，转年则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中美关系就此破冰。这便是我们所熟知的小球带大球，而尼克松带来的国礼就包括这件水晶玻璃塔，它是美国斯图本玻璃公司的产品，原材料则是铅条水晶玻璃。这种水晶玻璃制作而成的工艺品，也是历届美国总统经常选用的国务礼品。而尼克松带来的另一份国礼，便是这对磁天鹅了。它诞生于新泽西州的波姆陶瓷艺术中心，也是创始人波姆的晚年杰作。如今波姆已经作古多年，那个时代的回忆也终归成为了历史。之后便是中日邦交正常化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带来了这2件礼品，分别是一幅画和一个钟表。其余的国礼多少和他们自己国家的品牌、物产以及民族沾点边。比方说加拿大送的是印第安人节日面具，这个就很像是一整张的头皮。墨西哥送的是陶塑玛雅人头像，这个发型太像玉米穗子了，多少和他们的设计沾点边。玻利维亚送的是一件银饰权杖，虽说权杖是多国共有的文化，但时至如今他们的总统上任时仍然要使用权杖，可见他们对权杖多么重视。瑞士送过劳力士手表，这是他们自家的品牌，也是朱一蛋的枯燥挂件。波兰赠送的是铜雕哥白尼像，他本是波兰的一位神父，却提出了日心说，更新了人们的宇宙观。罗马尼亚赠送的是一件描金彩绘葡萄丰收图瓷壶，他们国家曾出土过古老的库库腾遗址，其陶瓷烧制历史也颇为悠久。捷克斯洛伐克的水晶玻璃杯，他们的玻璃产业历史悠久，曾一度是苏联的主要供应商。印度赠送的是泰姬陵模型，这是莫卧儿帝国时代的建筑，等同于我们这边的明代建筑。泰国赠送的是鎏金刻花纹章银方盒，上方中间应该就是纹章，周边则是花草纹装饰了。这一套你猜是什么？这是来自刚果的绿松石打火机和烟灰缸，如今看起来仍然很新。秘鲁赠送的一套金属斗鸡，这是秘鲁的一项传统运动，不知道参赛机的练习时长够不够2年半。多哥赠送的是一套酋长木雕桌椅，椅子背上还有镂空的鸟捉蛇装饰，但我对非洲文化了解不多，所以看不懂这个寓意。埃及赠
送的是一套鎏金花丝银烛台，上边有少许蕉叶纹装饰。赞比亚送的是红铜茶几，要知道赞比亚是产铜矿的，所以就地取材做铜器就很方便。最后这几件国礼我总感觉似曾相识，比方说缅甸送的是象牙雕雄狮，狮子是缅甸的国兽，画风与我们不同，但缅甸的另一件国礼却是金漆凤首箜篌，这个看起来就有点熟悉了。朝鲜赠送的木胎黑漆嵌螺钿方盒，就看这个工艺和花纹，绝对是博物馆里的常客。蒙古赠送的是包金马奶碗，下边还有个小镜子，可以看碗底的花纹，画风看起来清里清气的。越南赠送的是双龙耳簪花银钵，看这里边的元素是不是很熟悉？最后看尼泊尔送的尼亚塔波拉塔模型，这是一座始建于1708年的5层砖塔，相当于是我们的清康熙年间。此塔算上副阶面阔5间，塔顶为4角攒尖顶，塔刹为宝瓶形，檐角高挑，其下挂有峰铎，檐下不见斗拱，故无法解说。以上这些多少都留下了一些中国文化的辐射痕迹。光阴荏苒，新中国很快就进入了扩大开放的下一个历史阶段，时间跨度则是1978到2012年，这是距离我们更近的年代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时期的国礼，先看近邻的，这是俄罗斯送的琥珀国际象棋，该说不说，这棋子的颜值是真的高。这个工艺座钟也是俄罗斯所赠送的礼品，钟的外形就像一座教堂，这是钟表建筑化的体现。再看俄罗斯这件喵金彩绘漆瓶，有没有感觉他们的用色非常明艳张扬？我们的漆器用色就内敛一些。朝鲜送的是百宝镶嵌丘西头漆瓶，这个画面所表达的意境看起来实在是太亲切了。再看朝鲜赠送的这件青铜赏瓶，这是我在展厅之内看到的最大号的国礼，它比人都高。旁边这些，这也是朝鲜与越南的国礼，这要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中国的艺术作品。这件松鹤图4连漆瓶便是越南的国礼，颇有深山夜晚群鸟惊飞的幽静之感。而这幅刺绣金刚山3仙岩则是朝鲜的国礼，取景地则是朝鲜的风景名胜地金刚山。日本赠送的是这件博多五扇人偶，这是诞生于日本江户时代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手办。巴基斯坦送的是镂雕木屏风，这个造型酷似明清的镂雕4扇屏，就是花纹和我们的不一样而已。叙利亚送的是镶贝镂雕桌椅，其实叙利亚也是临海国家，自然也有就地取材的便利条件。菲律宾是南海区域的近邻，他们送的是镶贝木箱。菲律宾是岛国，产贝更方便，所以贝壳艺术也比较发达。孟加拉国送的是刺绣赛舟图，他们国家的刺绣工艺也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。尼泊尔送的是木雕孔雀窗，这孔雀既然被神佛环绕，想来便是孔雀明王了。而尼泊尔还送了一对铜镀金狮子，狮子脑袋上有个尖儿，他们建筑前的石狮子也这样，不知道有什么说法。泰国赠送的则是柚木雕运木大象，因为泰国既产柚木又产大象，这个属于是梦幻联动工艺品了。说到木雕呢，当然不止这些，要知道非洲各国可比他们更钟爱木雕。喀麦隆送的是木雕长颈鹿，无论是木雕还是长颈鹿，都是非洲的常见产物。赞比亚送的是包铜錾刻非洲历史木箱，正面的浮雕明显是白人奴役黑人的历史。莱索托送的是毛织挂毯，看莱索托的位置被南非整个包裹住了，它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国中之国。虽说莱索托送的不是木雕，但它旁边就是肯尼亚送的乌木图腾柱，上边密密麻麻的全是小人，表达的是他们对人丁兴旺的渴望。加纳送的是一个雕花木凳，在他们的文化里，凳子是地位的象征，所以常用凳子礼尚往来。塞舌尔送的是木质郑和宝船模型，这是明代郑和下西洋时种下的因，在21世纪结出的果。阿尔及利亚送了传统马鞍具，他们拥有自己的马术文化，甚至他们的骑马舞比韩国的更古早。最后我们随缘看几件其他的。这件联合国徽标钟表是联合国秘书长的赠礼，联合国的徽标在这个位置。伊拉克送的是金属枣椰树，此树树干是银质，枣为金质，枣椰树本身也是伊拉克的国树。另外上点年纪的人应该都知道伊拉克蜜枣，说的其实也是这种树上的果子。阿联酋赠送的则是一只金孔雀，不仅孔雀是纯金打造，而且它身上彩色的部分则大都是各种宝石，这个造价想来是非常非常昂贵的。卡塔尔赠送的则是他们的老王宫模型，如今这座老王宫已经被改建为卡塔尔国家博物馆了。东帝汶送的是一件银花丝高脚
物模型。虽然东帝汶是小国，但既然和我们建交了，这里就必然有它的一席之地。汤家送的是镶贝灯罩海螺台灯，因为汤家也是岛国，所以就地取材，常用贝壳制作工艺品。毛里求斯送的是木质炮舰模型，这还是一艘3桅帆船，也是岛国毛里求斯对于航海的追求。智利赠送的则是一件镶青金石银直壶，因为安第斯山脉就产青金石，方便就地取材。苏里南送的是木雕持弓人像，有点像毕加索画作的立体版，此时的作品也逐渐抽象化了。白俄罗斯送的是一件木雕熊，看来熊不仅和俄罗斯渊源很深，它与白俄罗斯也颇有渊源。乌克兰送的是彩绘漆盒，其用色浓艳，其实他们也有套娃，但是在这边没见到。美国的礼物非常朴素，就是个林肯头像，他治下的美国向文明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。西班牙赠送的是一件银河鲸古帆船模型，外观则是金灿灿的，他们还是忘不了无敌舰队的荣耀。葡萄牙赠送的是一件彩绘玻璃高足碗，其实他们的瓷板画更著名，但在这个馆里尚未发现。英国赠送的是一件铭文银盘，这是由撒切尔夫人带来的礼物。德国赠送的是一件彩绘雌塑雄鸡，我记得德国的麦森盛产瓷器，这件想来便是那边的产品。另一件德国国礼喵金龙凤纹瓷花瓶直接不装了，这就是德国麦森瓷器厂自己赠送的礼品。圣马力诺赠送的是一件簪花徽标银盘，可能大家不熟悉这个国家，因为它是意大利的国中国，我以前一直把它当成意大利的直辖市来着，今天才知道它是个国家。波兰送的是水晶玻璃酒具，这个我说不出门道来，纯粹就是感觉它颜值高。哥伦比亚赠送的则是一套仿古金饰，这些应该都是南美洲文明的常见图腾。再往后展出的则是2013年到现在新中国所收到的国礼，这个阶段的重磅礼物来自中东大户沙特阿拉伯。沙特阿拉伯送的是孔雀石基座银镀金四方宫模型，而院子中间的那棵树，我甚至怀疑是用纯金做的。沙特还送了一件盐部炼厂纪念摆件，这是一件富得流油的国礼，因为它的取景地就是盐部炼油厂。此外，沙特还送了一件铜雕猎鹰，虽然是铜的，但是细节满满，装饰起来也是金碧辉煌。此外，俄罗斯的礼物也很重磅。先看这件总统普京带来的恰克头基督复活教堂模型，它的取景地当然就是圣彼得堡的重要地标建筑滴血大教堂，这便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2世被刺杀的地方。之前咱们说苏联审美在线，如今的俄罗斯依然审美在线，他们送来的国礼颜值是真的高。另外，普京还送了个手机，品牌则是 Yota Phone 2，这是俄罗斯自己研发的手机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其他国礼，美国这次送的是柳林海号 3D 打印模型，这艘柳林海号是中美建交之后中国首航美国第一船，所以拥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土库曼斯坦送的是一件传统纹样地毯，他们拥有悠久的地毯制造历史，所以土库曼斯坦也被称为地毯王国。送地毯的不止他们，巴基斯坦也送过传统纹样地毯，与他们的纹样画风就不甚相同。塔吉克斯坦送的是一件塔袍，这是他们民族的传统服装，也是一种高规格的礼物。这个通字则是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的书法，写的还挺有体儿的。一看见韩国书法，就想起朴槿惠的老爹朴正熙，他当韩国总统的时候就下令废止汉字，不过这命令属于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他自己公开提过1200多次汉字，这时候他就不提这茬了。题字的韩国人不止他们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题写的天地合同也被收藏在这个展厅，但位置靠后一些。朝鲜送的是贝壳镶嵌装饰画，其实朝鲜也是临海的国家，用贝壳做工艺品，就地取材也是很方便。印度尼西亚送的是他们的蛙羊戏木偶，如果意义的话，蛙羊戏就是木偶戏，可以理解为印尼牵丝戏。马尔代夫送的国礼是一件传统椰子木鼓，因为那边盛产椰树，就地取材也就很方便了。另外，2020年蒙古不是赠送我们3万只羊吗？这1式2份的证书就在这边存着了。羊吃完了，但国礼的见证还在。阿根廷送的是皮质马具，虽说他们的马还是殖民者引入的，但历经多年以后，阿根廷已经成为了世界马球之都，有了自己的马术文化。委内瑞拉送的是一件西蒙·玻利瓦尔的铜像，他带领南美洲原住民击退了西班牙殖民者，争取到了民族独立，所以也被南美多国尊为国父。其实他们在10多年前还送了一件玻利瓦尔的瓷像，证明他在委内瑞拉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。墨西哥送的是一件彩色陶塑生命之树，外观
观要素过多，远不如古早的礼品更容易看懂。厄瓜多尔送的国礼是一顶托奎拉草编礼帽，著名的巴拿马草帽和它是同一种草编出来的。安提瓜和巴布达送的国礼是一件木雕海马，这个国家是美洲的一个岛国，对海马当然不会陌生。索马里总统送的国礼是一件香贝壳皮葫芦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索马里原来是有总统的。巴西送的国礼是一件紫水晶玛瑙鹦鹉，要知道巴西是一个重要的紫水晶产地，而且他们也产鹦鹉，所以就梦幻联动了。布基纳法索送的国礼是一件猴面包树铜雕，这是产自非洲的一种树木。据法国作家儒勒·凡尔纳说，果子很好吃，可惜我迄今都没吃过。埃塞俄比亚送的国礼是一件银花丝盾牌刀矛摆件，中间是盾牌，斜插的则是刀和矛。中非送的国礼是一套木质餐酒具，不得不说，非洲真的是深爱木制品。南非送的国礼是金属复制的人类摇篮遗址手骨，这处遗址位于南非的约翰内斯堡，其中出土了大量的人类先祖化石，也为探索人类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。至此，我们就逛完了整个1楼，然后我们乘坐电梯登上2楼。下个展梯展出的是我们送出的国礼，我当时特别纳闷，这礼品都送出去了，怎么还能在博物馆展出呢？后来我问了体制内的朋友才知道，原来国礼至少都是1式2份的，送1份留1份，很多别的国家也是如此，所以就能在国内展出了。这个展厅里的国礼我大致统计了一下，其中以景泰蓝的数量最多，而且是压倒性的多。后来我查了查资料，发现北京景泰蓝厂在上世纪80年代初年营收曾一度高达1000万美元，可见外国人对它是多么的追捧。所以选国礼的时候，景泰蓝当然也是大热门。除了景泰蓝之外，就是瓷器了。中国瓷器从古至今都是国际畅销产品，如今它在国礼展台之上，当然也有一席之地。除此之外，这边还有一些国礼是对传统绘画作品的2次还原。此外，这边还有一处稀有的椰雕，这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。下面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展厅，也就是一国一物一风情展厅。顾名思义，我们就能知道这边所陈设的国礼就是按照5大洲来划分的，而且不分大国小国、强国弱国，一家只展出1件，不多不少。如果想了解新中国都和哪些国家建交过，那么直接在这个展厅里一国一物这么看过来，无疑是最直观的。首先进入多彩亚洲单元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中东大户赠送的礼品依然是金灿灿的、无比奢华的。但斯里兰卡虽然不算大户，可他们赠送的木包银、簪花丝、镶宝石大象也是无比奢华。另外，印度仍然没有忘了自己的地标建筑泰姬陵，巴基斯坦也没有遗忘夏利马尔花园，都坐在国礼里边了。下面我们进入斑斓非洲单元，这边和我之前在其他博物馆看过的所有非洲展一样，木雕作品仍然占比很大，但也增加了很多其他非洲原材料所制作而成的工艺品。如果想概览这边的国礼资料，那这边的电子互动屏就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利比亚的铜盘上展示的是萨布拉塔考古遗址，这是腓尼基人留下的贸易站点，也是历史的见证。刚果的国礼也是铜器，那是因为刚果拥有非洲最大的高品位铜矿，产铜当然也不稀奇。马达加斯加赠送的一件硅化木茶几，工艺比较简朴，但这材料绝对是历史悠久，非常珍贵。另外，非洲多国都不约而同的选用了鸵鸟蛋壳工艺品作为国礼，因为非洲是产鸵鸟的，自然便有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条件。下面我们进入魅力欧洲单元，因为欧洲本身的历史是有所记录的，所以他们赠送的国礼就更偏人文，不像前面非洲那么偏自然。比如这件俄罗斯赠送的三角琴，上边画的就是冰天雪地中一家3口其乐融融的场面。再看希腊赠送的古希腊竞技浮雕，有没有一种看出版奥运会的感觉？而意大利送的母狼捕鹰，这哺育的可不是一般人，而是古罗马历史的开拓者，看着像是自然，实际上还是人文。然后我们进入神奇美洲单元，这边展品很少，因为美洲国家数量也不多，而且重头戏刚才都看过了，这边就没有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品，甚至后面的乞力大洋洲展品都比美洲丰富，这边的展品都特别的原生态。看新西兰的这件碧玉扁棍，还有纽埃的木质战斧，有没有一种重返新石器时代的感觉？至此，我们就逛完了一整个的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。临走了，别忘把自拍杆拿回来。一路走来，感觉这边的展品数量真的多，视频篇幅又有限，所以不能一一说完，只是随缘解说了其中的一部分。如果你对其余的展品有兴趣，不妨亲身来到馆中，去亲眼见证
证新中国的外交成就。中国在过往的40年里，因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。如今的144小时免签，又何尝不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有力证据？世界终会变得越来越小，我们看到的风景也会越来越多，那便是全球化时代之下我们肉眼可见的未来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